珍惜生命，维护健康，敬请关注康宁视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宁。上一集我们聊了选择，这一集我们就来聊责任。因为在维护健康方面，我们不仅要明白健康是选择，还要意识到健康是责任。何谓责任？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分内应该做的事情。那么身体是每个人自己的，想让它保持健康，是不是自己的责任呢？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就明确表示，保持健康是做人的责任，所以千万别把健康当作理所当然，更千万别对健康漫不经心。健康首先得由自己负起责任。有一位56岁的女士，活泼好动，生活更是多姿多彩。由于她从来没想过自己要对健康负责，因此她抽烟严重，喝酒过量，只要食物合胃口，她一概不拒绝，照单全吃。她也不做运动，总之她一直在肆无忌惮地挥霍着自己的健康，糟蹋着自己的身体。一次在听了一堂很专业的健康知识讲座后，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可能已存在健康问题了，于是便进行了相关的检查。经检查发现，他已处在骨质疏松的早期阶段，他的骨质流失状况很明显。另外，他还有低血糖症状，尽管他体重正常，但肌肉的密度却很低。而最让他忧虑的是，他脸上正在迅速地出现皱纹，可见他健康问题的严重性。请大家千万不要低估骨质疏松症，虽然它是在患者发生骨折时才会感到疼痛，但是骨密度的降低会导致骨头极容易断裂，这种危险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的。哪怕是一声咳嗽，一个喷嚏都可能会导致骨头断裂，从而使人体出现不平衡而倒地。这种现象是不是常见？我也是通过学习后才明白，很多老年人摔倒后出现的骨头断裂现象，并非是摔倒后导致的，而是与骨质疏松症有关。这种症状就像一幢房子完全是靠又细又千疮百孔的梁柱来支撑一样，岌岌可危，随时都有可能坍塌。大家想想，是不是很可怕？意识到健康问题的严重性后，这位女士决定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起责任。于是在专业人士的科学指导和耐心帮助下，他开始戒酒和加强运动了，并按照要求安排每天3餐的食物摄取，做到搭配均衡和根据身体所需补充营养。经过了1年对健康的维护后，他进行了跟踪复查，成绩很不错，他的骨质疏松状况得到了改善，扫描器检测出他的骨密度提升了 3%，这是服用任何药物都难以做到的。在专业人士的鼓励和继续指导下，他又尝试再增加做一些重力训练方面的运动。又过了1年，这位女士惊喜地看到她的骨密度提升到了 10%， 她的健康状况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。为此，她非常骄傲地说，我的身体在不断改变，我的手臂不再是软弱无力、肌肉松弛的样子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脸上的皮肤不再像过去那么容易起皱纹了。是的，随着他对自己健康的用心维护，他的骨密度在开始回升，他皮肤的质感和厚度都得到了改善。当然，如果他能最终把烟戒掉的话，相信他的健康状况还会更好。而他的朋友看到他的变化后，都跟着要向他学习呢，这让他感到很高兴，
因为他压根都没想过用心维护健康，不仅让自己收获满满，还影响了朋友，并帮助朋友一起同行。由此可见，对自己的健康负责既重要又有意义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结果显示，在影响寿命和健康的因素中，基因遗传只占 15%， 社会因素占 10%， 医疗条件占 8%， 气候因素占 7%， 而个体的生活方式则占 60%。 大家明白了吗？要保持健康，个体是负有首要责任的。虽然个体的生活方式包括很多内容，但最主要的则是个体的营养和生活习惯，比如饮食均衡、营养全面、作息规律、戒烟少酒、注重卫生、坚持运动等等。世界卫生组织表示，人活不到100岁，责任不在别人，而在自己。所以，只要您珍惜宝贵的生命，就理当负起保持健康的责任，并把它放在首位。而只有把健康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上，并落到实处，这才是对自己、对家人、对社会的负责。好的，本集就聊到这。欢迎留言，并请点击以下链接探知更多对您有助的信息。谢谢，下次再会。